大家好，我是瓜皮儿。在一片冰天雪地中一支勘察队发现了坠毁在冰河中的一架飞机。当他们进入到内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已经被冰封已久的盾牌。1942年的挪威，一辆顶着9头蛇标志的车辆停在了画面中。在一群士兵企图推开一具棺材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他已经寻找许久的神秘传说，一个许多年前众神之父奥丁留在地球的宝物。这个男人叫做史密特，是9头蛇的首领。他拿出藏在棺材中的宇宙魔方，却看出了这是个赝品。在墙上他看到了世界之树，按动机关之后，他拿出了真正的宇宙魔方。这时一位老人警告他，魔法的力量他不可能驾驭得了，而这句话也成为了老人的遗言。镜头来到了纽约，一群好男儿正在体检准备参军，瘦小的史蒂夫也是其中之一，但他体弱多病的身体却没有得到机会。在电影院中正播放着呼吁大家参军的广告，面对一位没有素质的男人，史蒂夫呛了他一句，得到的却是一顿毒打。他拿起垃圾桶盖想要保护自己，但却依旧无法还手。面对男子的嘲讽，不服输的史蒂夫说自己可以跟他打一天。但这时基友巴基及时赶到，踹飞了男子。他来通知史蒂夫自己已经参加了107步兵团，明天就出发，而他也要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度过这参军前的最后一晚。他们来到了斯塔克博览会，看着托尼老爸霍华德年轻时的样子，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始终走在未来的斯塔克父子永远都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在一个不太成功的演示之后，史蒂夫和巴基争论了起来。巴基不想让瘦弱的史蒂夫上战场，这会害死他。正义的史蒂夫却一心想要报效祖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而这一切都进到了身后老者的耳朵里。巴基与史蒂夫拥抱之后说，等我回来。老者也约见了史蒂夫，老者告诉史蒂夫自己是战略科学部门的厄斯金博士。在交谈中，博士看到了史蒂夫内心的善良，并决定帮助他参军。另一边，得到宇宙魔方的史密特与佐拉博士在试验后，发现了宇宙魔方里蕴藏着无穷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可以让他们统治一切。已经来到部队的史蒂夫见到了负责监督他们的特工卡特，一个不知好歹的大兵挑逗着卡特。卡特用一拳证明了自己是位女强人。在训练中，瘦弱的史蒂夫总是被人欺负，被人落下，但他从来不放弃。在一次长跑训练中，史蒂夫利用自己的智商拿到了17年没有人成功得到过的旗子，奖励是和卡特乘坐同一辆车。而上校却在质疑博士为什么要选这个小个子。上校一颗手雷丢过去，仓皇逃跑的士兵中只有史蒂夫想要用生命拯救大家。史蒂夫的这个举动也得到了卡特的赏识。在与博士的交谈里，史蒂夫知道了邪恶组织9头蛇的目的，他想利用博士的血清来增强自己的身体，这样他就有实力去寻找那些宝藏，而副作用却让他付出了代价。博士也因此逃离了9头蛇。他还说道，血清最重要的是使用的人，好的话就会完美，而坏的话则会更加极端。博士也告诉史蒂夫要做一个好人，而不是一个好兵。说完点了2下。史密特这边他找到了博士的踪迹，一切当然还是为了得到血清。他告诉佐拉自己已经派人去抢走血清。实验的路上，史蒂夫告诉卡特，如果战败了你就跑了，那你只能跑一辈子，但是你去战斗的话，也许会有机会胜利。这时他们也已经到了实验室，这个实验也有许多人关注着。躺在机械上的史蒂夫也看到了参与实验的霍华德。实验已经开始，随着能量的越来越大，史蒂夫的叫声也让人揪心。而机器打开之后，史蒂夫再也不是个小个子了。观看实验的眼镜男也立即起身留下一个铁盒。增肌成功的史蒂夫连卡特都忍不住揩一把油。随着眼镜男的引爆，铁盒瞬间炸毁了2层。他抢走了最后的血清，也击中了博士。博士在离开前点了2下史蒂夫的心，闭上了眼睛。而愤怒的史蒂夫也追了出去。血清让他拥有了超强的体能，追上眼镜男后，汽车也随之撞翻。史蒂夫用车门来保护自己，但眼镜男却用小朋友来要挟史蒂夫。可惜孩子会游泳，坐上潜艇想要逃走的眼镜男却被人从潜艇给拽了出来，血清也摔毁了。说了一句9头蛇万岁，眼镜男就吞药自杀了。在质疑中，史密特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把他们都打成了灰。史密特想要统治世界的野心已经按耐不住了，敌人的潜艇连霍华德的科技都达不到。
强化后的史蒂夫却没有如意的上战场，而是被国家安排到处巡演。呆萌的演出也让史蒂夫以美国队长的艺名出了道，但是他却得不到真正军人们的尊重，还被骂是小仙女儿。卡特却安慰鼓励史蒂夫，他还告诉史蒂夫，有一支去对抗九头蛇的部队，这支名为107步兵团的部队死的死，伤的伤，还有很多战士被当成了俘虏。听到107步兵团的史蒂夫立马去问上校巴基有没有回来，而巴基等人却已经被九头蛇俘虏，但敌人戒备森严，根本无法前去营救。被嘲讽是小丑的史蒂夫决定自己把他们带回来。在卡特与霍华德的帮助下，他们来到了敌人上空。史蒂夫一跃而下，深入敌后。史密特这边也已经造出了大量尖端武器，他将战友们关在牢笼里，但却不见巴基。敲翻2个倒霉玩意后，史蒂夫躲在车里进入到了敌人老巢。脑袋被门夹的士兵也让史蒂夫顺利的来到内部，随手顺走一个尖端武器后，史蒂夫已经赶到牢笼。放出一批又一批的战友后，他得知巴基被带到了隔离病房，冲出来的战友也抢下了敌人的武器。史密特也发现了史蒂夫的存在，他带走了魔方并射下了炸弹，找到神志不清的巴基，还看到了九头蛇所有基地的位置。带着巴基逃离时遇到了史密特，提到博士的史密特遭到了史蒂夫愤怒的一拳，史密特也撕开了面具，露出了副作用。变成红骷髅的他和佐拉乘坐电梯离开了，一个上了飞机，一个开车逃离。即将爆炸的基地让史蒂夫2人陷入困境，在巴基一句我不会丢下你，史蒂夫跃向了火焰，而上校也正在写着史蒂夫的殉职报告。而帮凶霍华德却因为他有钱，他们拿他没办法。与卡特的争执中，史蒂夫带着战友们却走了回来，还带来了一堆敌人的装备。这次的胜利也让史蒂夫脱离了跳梁小丑的称号。割了总统的授勋仪式让在座的神秘白发老人震惊，而史蒂夫却已经把自己记下来的位置告诉了军方。史蒂夫也受命去击溃九头蛇所有的基地。与巴基庆祝时，卡特一身红衣走了进来，告诉他霍华德给他准备了新的装备，并邀请史蒂夫战后一起跳支舞。来到霍华德这里，史蒂夫被前台小姐姐强吻，这一幕也被卡特看到了。在展示准备的新武器时，他一眼看中了柜子下的圆形盾牌。霍华德告诉他，这是震金制成的，它可以吸收一切攻击，而这是仅有一件的震金盾牌。本就是吃素的卡特朝盾牌开了一枪，虽然完美防御，但是却吓到了这老哥俩。有了神器的史蒂夫与巴基等人的配合下，击垮了敌人一个又一个的基地，这也让红骷髅气急败坏。史蒂夫等人准备伏击一辆佐拉所在的列车，正当2人默契地干掉所有人时，遭受到了敌人的突袭，车厢也被炸开了一个大洞。史蒂夫来营救被困在外面的巴基，却已经为时已晚。把手断裂的巴基坠入悬崖，史蒂夫悲痛不已，而佐拉也被绳之以法。红骷髅也为自己的最后一战准备着，史蒂夫却在一人饮酒醉，他无法接受巴基的死亡。随后所有人在一起商量着如何击败九头蛇的最后一个基地，史蒂夫却决定直接走进他们的内部，独自一个人前往最后的目的地。路上遭受了敌人的摩托帮，但斯塔克工业从不让人失望，杀进人群中的史蒂夫故意被活捉，这也让他成功见到了红骷髅。但这一切都是计划之一，队友们的突然闯入打得红骷髅措手不及，大部队也相继赶来，从外面杀入内部。红骷髅也已经坐上飞机，准备轰炸各个城市。蜘蛛侠附体的史蒂夫追了上来，但根本无法徒步追上飞机的速度。卡特与上校也驱车支援，吻别后成功登上了飞机。看到飞机上的人工炸弹丢掉了一颗后，敌人驾驶着其中一个准备离开，史蒂夫干掉了飞行员，飞回了飞机上，来到驾驶室也和红骷髅迎来了正面交锋。同样注入血腥的红骷髅战斗力并不输史蒂夫，史蒂夫丢出的盾牌意外将宇宙魔方打了出来，手握魔方的红骷髅逐渐被吞噬着，并传送到了宇宙之中，魔方也随之坠落海洋。此时飞机已经接近纽约，无法迫降。呼叫卡特后，队长做了最后的告白，距离冰面越来越近。队长欠下卡特的舞蹈也随着失联的无线电没有了后续，逐渐陷入冰河的飞机只留下了一个夕阳下的机翼。后来战争获得了胜利，国家也得到了解放，而一直没有放弃寻找队长的霍华德也打捞起了宇宙魔方。队长留下的却只有一张绝版的照片。在一间病房里醒来的队长发现不对劲儿，他冲了出去，看到这个陌生的环境，队长震惊不已。紧接着
就被 Motherfucker Free 拦了下来。Motherfucker Free 告诉队长，他在冰封中沉睡了70年。在队长震惊的表情下，电影也结束了。片尾里，队长在垂着沙袋 ，Motherfucker Free 却告诉队长，拯救世界的时刻到了。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关注订阅我们的栏目，下一期《复仇者联盟》不见不散。Gentlemen, you're up.